嗨，大家好，我是明石，很高兴你选择我，让我可以陪你接下来这几分钟的时间。今天让我们来讲一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未发明——时光机。哇，终于来到这个话题了，大家应该非常期待这次会讲什么样的内容吧？不过老实讲时光机单用一部20-30分钟的影片来讲是讲不完的，因为理论上面的方法太多种了，而且一个比一个高深，一个又比一个脑洞。所以今天我们会有目的的聚焦在某一些范围上面来讲，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哦，不是那种很专业的科学节目。但是我还是尽我所能的去查证了，毕竟要能够说服我自己的内容，我才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观众里面有专家的话，欢迎纠正，分享你的专业，让我们能够拥有更先进、更准确的知识。好。那我们开始吧。时光机绝对不只是一个抽屉，你把它拉开，然后人跳进去，整个宇宙的时间轴都可以任你调动这么简单哦。事实上，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面，时间本身的定义都不尽相同。一台时光机，它究竟是针对哪一种时间类型去运作，这也是需要事前先说明清楚的事情。所以在我开始讲正题之前，先让我跟大家粗略的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人类所定义出来的时间究竟有哪一些。以及我们这一次会聚焦在哪一种时间类型上面。首先有2个重要的概念需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第一个叫做熵，或者念滴。第二个是时间箭头。熵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无序程度，也就是混乱程度，而时间箭头只是代表着时间的方向跟规律。时间箭头是研究时光机的基础概念哦。我们目前人类最主要所依赖的是热力学时间箭头。在我们的宇宙里面，在时间轴的最后，所有类型的能量都会转化成热能，而这种宇宙的时间尽头叫做热极。我们的宇宙在达到热极之前的所有时间里面，整体的熵是越来越高的。白话讲就是从有秩序的状态变得越来越混乱。举个实际的例子哦，如果你把宇宙大爆炸之前的宇宙看成是一个杯子的话，那么它当时的结构跟能量状态是非常有秩序的，熵的值是非常低的。但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能量跟物质到处喷散，而且随着宇宙膨胀，整体变得越来越混乱，就像一个杯子掉到地上摔碎了，摔成无数的碎片，它熵的值是上升的。我在讯子电话那部影片里面有提到，能量流向等于时间流向。那在这里就可以拓展延伸的理解为，能量流向也就是热能流向，也等于真熵，也等于时间流向。在这样的时间规则之下，热力学时间箭头也就等于宇宙学时间箭头。其他还有像是什么辐射时间箭头啊，那因为它的扩散波跟它的收敛波也是能够用熵来判别方向的，所以它也是符合热力学时间箭头的规范。而因果时间箭头，原因被认为发生在结果之前，这听起来是合理的逻辑哦。什么因造成什么果，这实际上是因为人类依靠长期观察热力学时间箭头的现象所总结出来的结果。我们的脑袋会把观测到的因的画面把它认知为过去，而会把未知还有混乱把它认知为未来。史蒂芬·霍金就认为人的脑袋是受到热力学第2定律的影响，所以热力学时间箭头就会影响我们意识的心理学时间箭头，主宰我们对因果的认知。你看，这全部都跟热力学时间箭头息息相关，甚至很多是画上等号的。如果我们宇宙的热力学时间箭头发生了倒转，那么碎掉的杯子就会变成因，它会重组，然后再飞回到桌子上，这个现象就会变成果了。世上的各种现象到底往哪一边演变，是属于时间在前进。这实际上是看人怎么去认知跟定义。如果有一个宇宙它的时间箭头是跟我们倒转的，它的无序会逐渐变成有序。那对于存在于那个宇宙的人类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自动恢复成原状的杯子才是正常的时间变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在他们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些已知过去，其实是他们的未知未来。只是生活在那个反向热力学时间箭头宇宙的他们，是不会觉得这点很奇怪的。对他们来说，也许人生是从老年开始，最后回归于母体的。我们的忌日是他们的生日。特斯拉曾经说过一句话要找到宇宙的奥秘，就必须要从振动、频率还有能量的角度去思考，也就是要尽可能的超脱人的常识跟框架去思考。前面讲的热力学时间箭头，也就是真熵定理，它指出一个系统的熵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熵的增加
来判别时间箭头的流向。再强调一次，我们的宇宙极有可能就是热力学时间箭头的宇宙，这是一个能量流向等于时间流向等于增熵的宇宙。刚才都是在说时间的方向，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时间的规律。一般常识来说，我们都认为回到过去就是把时间给它倒回去嘛，一个反向对称于现在此刻状态的过程。这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在很多的情况下，你把时间箭头给它倒转，能量可不一定可以等价的给它收回哦。将能量倒转回填回去的情况，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时间繁衍。为了要达到我们在电影里面常看到的那一种时间倒流的效果，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那就是我们要先确定我们所在这个宇宙拥有时间繁衍对称性，也就是最初的无限起点，它的能量跟它大爆炸之后所流出去的能量，这两边必须要等价，要一样才可以回填回去嘛。可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我们的宇宙并不是这样。在研究宇宙初始状态的时候，科学家发现原本应该要成双成对出现的物质跟反物质，两边居然不是对称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正物质大于反物质数量的宇宙里，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在这里嘛。这一点还是未解之谜哦。而且除此之外，弱交互作用里面的粒子衰变的宇称也不是对称的。假设宇宙大爆炸原本的起点是属于 CP 对称的，但是在它大爆炸之后，我们就观测现在的宇宙，发现它是处于一个 CP 不对称的宇宙，也就是正物质大于反物质的世界。那这时就有趣啦，基于 CPT 对称的定律，只要其中两个对称它被破坏，那么剩下那个对称 T 也会被破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已经成为过去的时间线跟能倒流回去的时间线总量不对等了。因为 T 对称被破坏，就意味着时间繁衍不对称，你没办法对等的将能量给它收回，没办法按照一路过来的时间轴给它倒转回去。你可以想象成你今天独自一个人走进森林里面，你的目的地是要抵达湖中的女神像那里。如果你把走过来的路径看成是向前演变的时间线的话，那湖中的女神像那里就是一个折返点。在理想的状态里面，你走过来的路跟回程的路，它的时间啊、方向啊，应该是要一样的。但时间繁衍不对称会造成说，你今天你要折返了，你会发现说，哎呀，怎么路跟来的时候不一样？那这还怎么走？已经流出去成为过去的能量，那到底是消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能等量的倒回呢？如果是时间轴上面有资料丢失，造成不能读档，那么到底是丢失了什么呢？依照目前的科学研究来说，非常有可能是反物质，它们丢失到镜像的反物质宇宙去了。重新整理一下概念哦，在我们的宇宙里面，低熵状态会逐渐转变为高熵状态，而反物质的电荷跟宇称跟我们的正物质是相反的。基于 CPT 对称的要求，它们的时间 T 也会跟我们的正物质宇宙相反。这么一来，在这个镜像的反物质宇宙里面，从高熵状态转变为低熵状态是自然现象，这是一个跟我们宇宙的时间箭头截然相反的状态，因为它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这边之所以会有趣哦，是因为这代表着拥有一个反物质，而且对我们来讲，时间是倒流状态的镜像宇宙。换句话说啊，只要能够拥有这个镜像宇宙的资讯，拥有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既定的、已经过去的那些资讯，就等于是获得了我们的未来资讯。他们所认知的过去记忆是我们的未知未来，反之亦然。美国物理学家理查·费曼跟日裔理论物理学家加莱道雄就说过，所谓的反物质其实就是时间方向颠倒的正物质。如果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反物质的镜像宇宙的存在，就算人不能过去好了，我们借由某一种方式获得那边的资讯，我们就可以从他们那边找到一台对我们来说记录着未来的股票涨幅资料的电脑。但是这个拥有未来资讯的镜像世界在哪里？它会是在镜子里面吗？还是说在一个占卜的水晶球里面呢？当然不是啦，这个镜像宇宙不是说只是在镜子里面的宇宙，而是说一个电荷、空间轴跟时间轴跟我们截然相反的反物质宇宙。研究宇宙到底是怎么从最初的 CP 对称变成 CP 破坏，然后后来又导致 T 对称也被破坏，最后诞生出正反向热力学时间箭头的两个宇宙。这会是一个制作时光机干涉时间轴的基础理论。也许这个时候的时光机就必须要用反物质来制作了，而且它必须要放在特殊的环境里面，
不然它会跟周围的正物质产生湮灭。这种情况哦，它其实更倾向于一台捕捉未来预言的机器，获得未来的情报才是它真正的作用。人是不能穿越进去反物质宇宙的，不然人也是由正物质所组成，它一过去就会发生湮灭，这是自寻死路。讲到这边，大家可能脑袋快打结了。那我们先来讲一点比较轻松的，但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的宇宙是满足热力学时间箭头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你进行时间倒流的时候，整个宇宙都倒转了，为什么只有你没有倒转？准确来讲，为什么只有时光机跟时间旅行者没有发生倒转？他们的熵为什么没有跟着发生变化？对，时间倒流还必须要区分为局部倒流跟整体倒流。如果是整体倒流的话，那么时光机一启动，会连同整个宇宙一起回溯，时光机会自动拆解成零件，甚至回归尘土，而人的记忆也会跟着被重置，你根本就不会保留着未来的记忆，你不会发现时间倒转了，因为人的意识也是符合心理学时间箭头的，那一种会跟过去的自己相遇，是属于局部倒转，也就是时间旅行者他的意识不会跟着倒回，他可以带着未来的记忆来到新的时间点上，展开全新的生活。这两种是拥有非常巨大的差别的。奥地利科学家洛斯密特就提出，当宇宙中所有的粒子在某一瞬间发生繁衍的时候，那么宇宙中的熵也会跟着减少。那么到底为什么时间旅行者他不会受到繁衍的影响呢？他如何保留住自己的意识呢？就过去所有的经验来说，反熵状况不会自然发生，更何况是发生在某一个特定的人身上。毕竟凭什么？所以肯定必须要对时光机跟时光旅行者动一些手脚，让他们身上的熵的自主优先度可以独立于其他所有的物质。综合前面所说的，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该如何进入时间倒流的镜像宇宙？第二个，该如何把时光机还有时光旅行者身上的熵优先度给它提高，让它不会跟着环境一起改变。我其实有找到一些线索，例如微中子、马约拉纳费米子还有讯子。美国能源部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在2019年的新科学人杂志上就公布了一项中子震荡的实验，细节就先跳过，我们只讲结论。进行实验的物理学家利亚布鲁桑德跟他的研究小组就认为，中子在进行中子震荡后进入了镜像世界。中子拥有双重国籍，它拥有正反宇宙的通行权，而后者马约拉纳费米子是一种理论粒子，它的反粒子就是自己本身。个人觉得啦，也许马约拉纳费米子蕴含着起点的秘密。你看它的特性，如果它拥有熵，它就是一个超然独立的存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很新的科学名词了，将正反宇宙相隔开来的那个交界点称作杰纳斯点。假如真的可以找到拥有通行正反两宇宙权限的这个物质，那把它用来制作时光机，也许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杰纳斯点到达反向热力学时间箭头的镜像宇宙去。美国研究讯子的知名物理学家杰拉尔德·范伯格就说过，普通的物质是没办法用来制作接收讯子的探测器的。你想想看嘛，假如不是借由我在讯子电话里面所说的那种小技巧，它是真的比光速还要快的话，而如果超光速能够使时间倒流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讯子不就是一直回到过去的一种粒子吗？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它很可能就能通过杰纳斯点，它就是一个反熵粒子。讯子在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之前在讯子电话里面说了很多，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看。讲到现在大家可能一直想要提一个非常经典的时间旅行法，就是穿过连接着黑洞跟白洞的虫洞，就可以穿梭时空。那白洞是什么？白洞其实就是黑洞时间繁衍的产物，它就是一个反热力学定律的天体。白洞会使熵减少，我们现在都知道白洞跟黑洞并不是一个洞，而是天体，所以白洞很有可能就是由反物质所组成。白洞就是在镜像反物质世界里面的黑洞。那这种时间旅行法实际上也就是回到了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减熵的镜像反物质宇宙。如果就从我们的心理学时间箭头来看其实像是什么失忆我们的主观的意识感觉起来就跟前进到未来没什么两样，脑中的有趣记忆消失了，熵值转变为一个更高的状态，符合整体真熵宇宙的时间流趋势。这是一种大脑意识内的时间旅行。如果客观上面我们造不出一台反向热力学时间箭头的时光机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主观的反向心理学时间箭头上面动手脚。虽然严格说起来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啦，但是这就看人如何去解读了。像是睡眠断片失忆还有科幻作品里面常出现那种冷冻舱，
就我们的主观意识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跳跃到未来的手段，只是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着老化的疑虑。那么这一点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先让我们保留到下一部影片。我们先在这边把意识层面的问题给它解决。那么第二个大问题，时光机跟人的熵值变化，凭什么跟其他的物质不同？我的一个外星朋友暗示我，答案很有可能就是时间晶体。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时间晶体这个名词时间晶体是近年来才发现的新东西，它最早是由2012年的美国物理学奖得主弗朗克·维尔切克所提出的。这种晶体的特性非常的特殊，一般的晶体是一种3维的晶体，但是时间晶体是一种4维以上的物体。它特殊的原子构造使它拥有一种循环不息的特性。如果你用一道雷射光轰击它，它内部的原子构造就会开始自旋翻转，进入一种周期性重复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就算你后来不再给它能量，它也不会停止。就算宇宙到达了热极，也是如此。在2017年3月的研究证实，时间晶体随着时间经过，它仍然无法与周围的环境达到热平衡。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精确无误的时钟，它会周期性的返回原始的状态。由于它是处于基态，能量是守恒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能量逸散出去。时间晶体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新物质状态，也许里面就藏有从真熵时间流里面解锁出来的重大关键。听到了这个特性，是不是有一些有看过之前世界线影片的朋友，也跟我一样联想到了封闭类时区线呢？而在上一部瞬间移动最后所提到的那个太空船，也是由时间晶体所构成的。我的外星朋友还暗示我，时间晶体也拥有通行证，它可以从平行世界、镜像世界还有不同的维度中汲取能量，成为某种意义上面的永动机。刚才有讲到嘛，史蒂芬·霍金他认为人脑就是一部机器，一部我们认知世界的机器，而它在运作时，比如说辨识物体、学习新知或者留下新的记忆，都会把我们的脑神经从本来无序的状态转变为有序。这个过程需要额外的消耗热能，但是如果我们放大框架，从整体的宇宙角度来看的话，这个额外消耗的热能实际上还是会把宇宙中的能量变得越来越混乱。这一种宇宙中无序值的上升是大于我们人脑里面有序值的上升的。你们看，虽然从结论上面来讲，整体还是符合真熵定理的，但是为什么人脑的意识运作可以是减熵呢？这不是很矛盾又很神奇吗？所以我的那位外星朋友还暗示我，人的意识就是以时间晶体的机制在运作的。我们的意识藉由每秒穿过上一个平行宇宙，来给我们创造一种时间流的错觉。如果这是真的，人的意识拥有打破时空的超强力量，这句话就变得更加合理了。关于意识还有时间晶体，我就先讲到这边，我不能透露太多，虽然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这我们以后再讲。我们再一次的先把前面的内容做一个大概的总结。我们的宇宙是一个符合热力学时间箭头的宇宙，在观测现在的宇宙还有研究宇宙初始条件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是处于一个 CP 破坏的宇宙，也就是正物质大于反物质的宇宙。基于 CPT 对称还有我们现实所观测到的 CP 破坏的状况来看，我们可以合理的判断，其实还有一个由反物质所构成的镜像宇宙，而且在那个镜像宇宙里，时间的流向跟我们的宇宙是相反的，它们拥有对我们来说处于未知状态的未来资讯。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物质，它拥有通行正反宇宙的通行证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成为我们制作时光机的重要材料。目前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些通行材料的可能人选，例如说电微中子、时间晶体，还有理论中的讯子以及马约拉纳费米子，这个真的是有够难念的。那么究竟要如何把时光机还有时间旅行者从真熵诅咒中解锁出来呢？这个我们下一部影片再揭晓。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如果我们只专注于在我们这个时间箭头里，有哪一些捕捉未来的可能？既然框架拉回到了我们的真熵宇宙里，那么话题就离不开超光速、讯子、微中子、气人可负辐射这类的东西上了。在讯子电话里面我提到一个东西 SN1987 超新星爆发，当时说到微中子拥有超强的穿透力，这可能是造成它超光速的秘密。而气人可负辐射也是因为微中子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达到相对的超光速所产生的光芒。台湾历史上第一项南极的科研计划天坛阵列，就是借由在南极冰层底下埋下许多的探测器，
用来捕捉来自宇宙的微中子。这些微中子在穿过厚厚的冰层的时候，就会产生气人可夫辐射。微中子的穿透力实在太强了，它几乎可以穿透宇宙中所有的物质，而不会被挡下或者被吸收掉。所以现在科学家们正在拼命的研发微中子的望远镜。说起来很有趣哦，为了研究这么小的微中子，居然需要南极大陆这么大的靶场。真商宇宙的时间倒流的秘密，也许就藏在南极大陆的冰层底下。你看，这不就是现成的讯子吗？如果要找到我之前说的超光速的讯子时间轴的话，那么要找出宇宙大爆炸时期的那个微中子源头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时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动的。以整个宇宙的尺度来看，光子可是常常看不到微中子的车尾灯的。大家可以想想看哦，微中子在南极冰层发生的触射，跟宇宙发生的 CP 破坏，是不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呢？话说回来啊，那么人类最早发现的超光速时钟，也就是微中子的源头，是在什么时候呢？目前观测到的源头是在距离地球57亿光年远的一颗曜变体 TX 0506056，是由南极宾利方微中子天文台在2017年所发现的。虽然这已经非常的厉害哦，但是为了要找到更准确的讯子时间轴，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更远古的时间去，大约是在宇宙大爆炸后的2秒之内，宇宙微中子背景辐射。不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哦，这两个差很多。宇宙微中子背景辐射是在大爆炸之后2秒内产生的，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则是38万年之后才产生。不过这个微中子背景辐射非常难检测，目前也只有一些间接的证据推测它的存在。补充一下，宇宙大爆炸大概是137亿年前，而光子时期则是宇宙大爆炸后10秒之后的事。直接说结论吧，宇宙微中子背景辐射很有可能就隐藏着绘制讯子时间轴的秘密。微中子现在其实还有一个运用哦，就是利用它产生的气人可夫辐射来进行微中子通讯。它可以直接从地球的南极直接贯穿到北极，而不损失任何能量。这比常被谣传的量子加密通讯技术还要更有资格角逐超光速通讯的候选名单。只是目前的困难是还没法制造出那么强大的微中子数，目前只能穿透10几公里而已。还有它几乎不受到其他物质影响，我们很难的让它转弯。所以对于接收器的布置的精准度要求非常非常高。当然啦，这都是一些追逐光子啊或者讯子的过程，你要靠机器去捕捉去识别里面的资料，那也会像是播放影片一样，你看得到，但是你不活在那个世界。人的身体虽然说也是一种能量接收器，但是由于天生的硬体限制，对人体来说，你解析的能力顶多就是视觉而已。就像你看着一个远处的景色，虽然说你超光速了，你可以看到慢半拍过来的光，但是你并不在那里，你并不在那个现场，你是无法融入里面的，因为它实际的发生地点是在光速跑了好远距离的地球之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光子哦，毕竟不是环境本身啊，你人要融入进去，你还是要到那个发射源的所在之处去。至于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下一部影片会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节目，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上映了一部叫做《超时空感应》的影集。它里面的设定就是，由于高能粒子加速器对讯子进行了实验，造成了讯子避弦振动波，而这个振动波使全体人类停止了2分10多秒。这个停止现象也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而且他们还看到了未来6个月的影像。这部影集所用的讯子理论就是讯子电话跟讯子避弦凝聚。弦理论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讨论范围哦。但是我们还是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目前知道一个物体的最小单元可以拆解成电子跟夸克嘛，那它们到底能不能再细分下去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再小下去的结构就是弦。先在这边补充一个冷知识，其实要再细分下去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理论上虽然可以，但是观察不到。全世界精确度最高的显微镜其实就是大弦粒子对撞机。它在加速粒子的时候，可以让粒子获得能量，而粒子能量提升的时候，也可以提升它的分辨度，就可以让那些侦测器侦测得到。但是并不是多细微的东西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侦测出来，因为质能转换的关系，你把太小的东西赋予太高的能量的时候，当它撞击时，它就会瞬间产生极大质量的重物质。那这些重物质就会产生巨大的引力，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极小而且立刻蒸发的黑洞。但是由于它会被世界给包围住，所以我们也观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所以观测是有极限的。刚才说的这个弦其实已经处于粒子跟能量之间了，所以也被称作能量弦。弦理论里面说的凝聚，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弦它会振动，它会自主的组成物质来降低它的能量，
白话的说就是它会产生物质，然后形成我们现在可观测到的宇宙。而避弦是一种封闭起来特殊的弦，它在振动的时候会产生引力子，而引力子顾名思义就是承载着引力。引力跟另外3种自然力不同哦，它可以跨宇宙影响别的维度。换句话说，这个引力子它也拥有通行证，而且是最高等级的通行证。它不只可以通行平行世界、镜像宇宙，它甚至可以通行不同的维度。所以说，如果可以找到这个引力子，并对其进行研究，相当于可以证明其他维度的存在。在我们这个充斥着万物的宇宙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性质破格的迅子避弦凝聚。在影集里面的设定就是它造成的迅子避弦震荡波，在时空中撕开了一道裂口，使所有的人看到了未来6个月的影像。请注意哦，这个避弦跟封闭类时曲线听起来好像很有相关哦，但实际上是不同的东西哦。一个是极细微尺度结构上面的振动，而另一个是大它好几倍的粒子的特殊世界线。相较之下，经典的科幻电影《回到未来》里面的时间旅行就是涉及封闭类时曲线。封闭类时曲线的特性就是它会回到原点。换句话说，大膨胀之后就是大挤压，增伤之后就是减伤。个人认为啦，这只是我的个人推测。无限起点其实就是杰纳斯点，它的左右两边分别发出正反物质宇宙，左边的熵会减少并收缩进杰纳斯点，而右边的熵则是会越来越增加，逐渐变得更加混乱。而很多个杰纳斯点这样连起来，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锁链或者 DNA。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循环的。我们如果用一个更大的角度去看待宇宙，起点或者说杰纳斯点，其实只不过是整个宇宙链里面的一个节点而已。庞加莱史泰夫线定理就说，一个系统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回到它的初始状态。这些听起来很熟悉哦，时间晶体可能就蕴藏着封闭类时曲线的秘密。或许时间晶体所构成，又或者是跟它有相同机制的世界线，就是封闭类时曲线。而时间晶体只不过是这个特殊世界线的一个分型。分型又是另外一个很大框架的话题啦，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回到未来的时间旅行者，他本身的意识并不会倒流，他也是带着未来的记忆回到过去，然后留下新的记忆。这也是前面讨论过的，到底要怎么样将时光机号时间旅行者的熵解锁出来。而这也其实就是 Reading Steiner 的秘密。如果人身上的时间晶体没有如期的发挥作用，那么当时间倒流之后，他也会失去未来的记忆，一切都会跟着被全部重置。在这边还是要说明清楚哦，镜像的反物质宇宙跟平行宇宙是不同的概念哦。前者的熵跟我们是相反的，而后者则是一样的。说真的，也许在座的各位都已经搭乘过时光机了，只是我们的时间晶体没有发挥作用，我们的记忆也跟着被重置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发现。就资讯承载的意识层面来讲，时光旅行其实就是让你的记忆获得未来世界的资讯，那么主观上就是回到过去了，只是你的肉体仍然是处于当下的状态，而拥有未来记忆的这个错觉会让你觉得你是活在未来世界的，你是从未来的时间回到过去的时间的。这种情况哦，人就不是真的回到过去了，只是大脑误以为我们时间旅行了，那只是把未来资讯给你，欺骗你的脑袋。这其实就很像我之前说的讯子电话了。而套用稍早讲的，这个讯子电话制作也不能是普通物质，所以你看哦，时光机跟讯子电话，一个可以载人，一个是修改记忆。那如果是回到过去的话，单就时间旅行者他的主观意识来讲，他真的分辨得出差异吗？这个宇宙还有时间感，是否只是源自于人的意识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retrocausality， 意思是逆向因果关系。在量子力学里面，原因跟结果并不是在最根本的层面上面所进行的。这个的意思是说，并不是照着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一个先后顺序的概念来进行的。德国的物理学家赫尔穆特·施密特，他同时也是一名超心理学家。他在1978年的6月就提出，世界是有因果的没错，但是那一些非因果的系统可能会以一些微弱的效果隐藏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所以一直被我们给忽略。赫尔穆特·施密特在4年后的发表文章里面就提到，尤金·维格纳跟其他的科学家所推测的状态向量崩溃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现象。尤金·维格纳是196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奠定了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宇称守恒也是他在1927年所提出的。大家应该都听过薛定谔的猫嘛，就是那个同时处于既死又活叠加态的猫。尤金·维格纳就提出了一个延伸版本，薛定谔的友人。他说，今天这个盒子里面除了那只猫之外，
还多了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这个人他会全程的观察着猫咪，而维格纳则是在箱子之外，他既不干涉也不观察这个箱子，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箱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维格纳就可以说，现在这个盒子里面处于一个死猫、难过的朋友、活猫、开心的朋友的这个叠加状态。那有意思的就来啦，对于那一个在盒子里面的戴着防毒面具的那个维格纳的友人来说，他绝对不会认同说自己处于叠加状态的，他只会看到一个画面嘛。所以尤金维格纳就提出说，整个系统是会把人的意识给包含在里面的，意识是可以作用于外部的世界，而外部世界的改变也会影响人意识的改变。所以在维格纳的友人这个例子里面，叠加态不再适用了。这听起来像是废话哦，不过这句话被赫尔穆特·史密特听到，他仔细琢磨之后，他就说，当前的量子理论必须被修改，才可以符合观测状态跟有意识的观测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人有意识的观察可以对结果造成影响。不要忘了，赫尔穆特·史密特他同时也是一名超心理学家哦，也就是超感官能力的研究者。他就是以这个角度在思考这件事情的。你们有想过薛定谔的猫除了是一个量子力学的思想实验之外，如果真的把它拿出来做实验，它同时也是一个超自然能力的实验吗？你如果找来会遥视、会透视，甚至预知能力的超能力者来进行这个实验的话，就算这个箱子不打开，他们也能拥有肯定的答案。他们的意识干涉了未来才开箱后的结果。某些超能力本身就违反了因果律，他们可以提取这种反伤的能力来做使用。那么到底是从哪边提取的呢？也许是意识，也许是时间晶体。对，我现在就是把方向引导到世界或者时间就是源自于意识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意识或者人体里面有一个构造可以拥有停伤或者反伤这种能力的话，那这就是一张门票，就是一个许可。你的意识必须要独立于增减伤效果的时间旅行，你才可以进行时间旅行，才能进行局部的时间繁衍，才能保有自我，才会意识到自己进行了时间旅行。如果意识追根究底是一个能量体的话，那么根据波粒二象性，粒子性是说一个粒子总是可以观测得出它在某一个时间跟空间里面的确定的动量跟位置。而能量，由于能量拥有波动性，波动所具有的波长跟频率，意味着它在时间跟空间上面拥有延伸性，因此可以同时跨越多个空间跟时间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就再开个脑洞哦，如果可以把人的意识把它保存在一个类似时间晶体机制的一个新载体里面，那么就可以将意识进行携带性的转移，而不受周围的环境影响。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面就说到，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而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奥威尔的意思是说，对于过去历史的解释是被现今活着的人所掌握的，谁诠释了历史，谁就可以决定未来或改变未来。这句话不只有哲学意味在，也不只有政治意味在，也不只是在说历史课本上面说的那种历史，它是在说每个人的过去。它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当下。而时间繁衍的镜像世界刚好也拥有这个特点，就是随时都拥有着当下的这个镜像。那一座由伤所构成的大门一直都在，门后面放有时间旅行的秘密，而解锁的钥匙早之前也说了很多了。最后我们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吧。人如果拥有了时光机，我觉得应该会花很多的时间看待自己的过去。有在剪辑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虽然看的是自己的过去，但是这种观察自己对于某件事情的反应其实还是相当有趣的，因为你可以拥有一个仿佛他人般的视角来观察，来重新检视着自己。观察自己可能也会变成一种新兴的乐趣。至于如果有那个机会，我会不会想要搭时光机呢？我不知道，也许要看当下的心情吧。如果那个时候我足够喜欢当下的生活的话，那应该就不会吧。倒不是说会因为什么过去的那些努力会付诸流水，又或者说没有那一种不想要避免掉的遗憾，而是因为害怕事情不会变得更好，害怕记忆里面的他会因为我自己的自私选择而变得更糟。叔本华在他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里面，他就有解释，真正的存在就只有现在，而现在一直往过去的方向消逝，因此生命就是一直往死亡的方向流变，是一种持续性的死亡。叔本华把重点放在现在，他把过去看成是已经死亡的东西，所有的过去都是那一些已经彻底完成的，已经彻底死亡的，他们不再是任何事了。你如果问叔本华愿不愿意搭乘时光机，我想他肯定会拒绝吧。感觉不愿意搭乘时光机的人都有一些哲学家的特质。时光机的真正用途是让人提前的
切身体会到教训，好避免掉因为自己的因素造成后来的遗憾。但如果这些遗憾跟你搭乘时光机的动机是来自于你想要改变他人或者改变这个世界的话，那么说真的，我不建议，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在你回避掉了第3次世界大战之后，会不会冒出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新的死亡疾病，或者遇到陨石撞击地球，又或者是蝴蝶效应造成你至亲至爱的人离你而去。难道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你就要再度的搭乘一次时光机吗？任何一个新的遗憾，你就要再度的搭乘一次时光机吗？这样会没完没了的，这不是人所能承受的事情。事情总是会再度的失控的。就算你完美主义般的坚持着自己一定要过着一个无缺憾的人生，那你满足了，其他人怎么办？他们可不愿意只是当这个时光旅行故事里面的配角而已，他们也不想要承担这些不完美啊。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受控制，我们不能妄想着所有的事情都照着我们的设想来进行。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就算我们所渴求的这个美好未来，它发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只要是经由我们的亲手所创造的，它就是100%。至于究竟要怎么做呢？下一集会给出答案，到时候将会融合世界线、炫子电话、瞬间移动、时光机这几部影片里面所讲的所有概念。下一集影片有得奖，大家不要错过了。我是明石，如果今天这集影片看得还开心的话，点一下我的手指，成为关心者的一员，我们的连结就从这里开始。